我被装进猪笼陈塘时，我的侍女正跪在岸边替我喊冤。侯爷，我家夫人是清白的。虽然昨夜她从外男房里出来时衣裳乱了些，可那定是在谈正事。天哪，这侯府夫人竟然私会外男，这陈塘都是便宜她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秋霜越替我澄清，我的罪名就越坐实。都怪奴婢不会说话。那公子肯定是夫人的表亲，就算夫人与他独处到半夜，也绝不是苟且。奴婢什么都没看见，求各位千万别乱传，别坏了夫人名声。沈清河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陈塘，每一次我出事，他都要在人前替我说公道话。夫人只是和外院管事说了几句话，老夫人可千万别多想啊！成何体统？夫君，你千万不要相信秋霜的话呀！你竟然如此善妒刻薄！秋霜自幼跟着我长大，最是忠心，不过是嘴笨。直到侯府寿宴那日，他当着满堂宾客失声惊呼：“夫人怎么没和那位公子一同回来？奴婢明明看见你们从偏院……”当夜，我就已私通外男，被装进猪笼陈塘。我竟回到了夫君将这个祸害塞进我院里的这一天。夫人，秋霜自幼伺候我惯了，最是稳妥。如今你刚进门，院子里没个贴心人，把她放在你身边，我也放心。哦，既然是夫君的一番心意，我若再推辞，倒显得我不识好歹了。夫人莫怪，侯爷只是怕您夜里寂寞，才让奴婢来陪。奴婢绝不会把您昨晚去下人房待到半夜的事乱说出去的，真的。又来了，看上去是为我好，脏水可一点没少泼。瞧我这张嘴，真是该死！夫人明明是去谈正事，我怎么就管不住这舌头呢？你敢打他！夫君方才说他嘴笨，我瞧着确实笨得厉害。他话里话外暗示我与书房下人有染，我若不打，这流言传出去，外人还以为夫君你真的被戴了绿帽子。我这一巴掌打的是他的没规矩，保的可是侯府的脸面啊！我这也是为你好啊，夫君。夫人打得对，只要夫人能相信，这奴婢也绝不承认看见那公子从您窗户里跳出来。还敢满口胡言！既然说不清，那就去婆母那儿说。走。老夫人开恩，夫人只是年轻气盛，昨夜她为了见那位公子，确实受了风寒，心情不好才拿奴婢撒气的。哪儿来的公子？说清楚！没有什么公子，是奴婢看错了，那定是外院捡柴的伙计。老夫人，求您别再问了，夫人的清誉要紧。刚过门就敢私通外男，还敢殴打侍女，什么都没看见。来人，给我拉去冰窖外跪着！什么时候认了罪，什么时候起来？夫君，你也觉得我昨晚去了书房？秋霜不会撒这种谎。怀疑的种子终究是种下，还愣着做什么？来人，家法伺候！放开我！夫人，都是奴婢不好，奴婢这就去告诉侯爷，说那公子其实是您的表亲，这样大家就都不怪您了。秋霜，你最好祈祷我今天死在这儿，否则我必让你永世后悔你今天的所作所为。
老夫人说了，请夫人将这些账都算干净，算不干净别想好过。前世我变卖了所有嫁妆，才填补了顾谨言在兵部挪用的公款。这一世别想从我这里拿走半锭银子。带上这些，跟我出门，阵仗越大越好。舍不得啊，夫人，您那点银子得留着养老啊。虽然您打赏给外院那些年轻力壮的镖师是应该的，可也不能把嫁妆都贴进去啊。这侯府夫人背地里竟然养面圣，听这丫鬟的意思，还不止一个，连镖师都……这还是侯府主母，应该被禁猪笼。啊！夫人，您打死奴婢吧，奴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那些镖师拿了钱还想要您的贴身物品，您可千万不能给啊！万一留下证据，侯爷就真的瞒不住了。秋霜，你猜，我现在要是把你舌头割了，大家会觉得是我心虚，还是你疯了？夫人，您就是要割了奴婢的舌头，奴婢也要说，您昨个在账摊管事房里待了足足1个时辰，出来时鬓角都湿了，奴婢看了心疼啊。您为了银子牺牲实在太大了。鬓角都湿了，这账对的可真够卖力的。就是啊，这沈姑娘为了银子可真是豁得出去啊。说完了吗？把她带上，回府。奴婢什么？放开我！冤枉啊！沈清河，你到底在外面干了什么？现在满京城都在传，你养了一院子的野男人，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放？侯爷息怒，夫人都是为了银子，他也不想的。哪怕他在管事房里待那么久，那肯定也是在对账。至于衣服乱了，那是天气太热，出汗了。好一个天气太热！滚！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秋霜只是个没见识的丫头，她说话不过脑子，难道你也跟着疯吗？你若真的有半分委屈，尽可冲我来，你就非要闹得人尽皆知，你才肯罢休吗？前世我就是死在他这种他只是嘴笨的借口里。侯爷是信我，还是信他？他自小长在府里，心眼不坏。你若没做那些让人误会的事，他又怎会乱说？沈清河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既然侯爷这么相信他的直言不讳，那便让他继续说下去吧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秋霜变本加厉。快来人呐！都过来！你们快看看，夫人日日喝的这哪是安胎补药，分明是伤身害命的落胎药啊！夫人您快收好，这外男的情书可千万不能让侯爷瞧见，否则百口莫辩啊！夫人，您快藏好身子，千万别出声，万万不能惊动了府里巡逻的守卫，这要是被撞见，更是说不清了。夫人，不知廉耻的毒妇，谋害子嗣，私通外男，败坏侯府门风。今日我便动用家法，好好惩治你这孽障。侯府近3年的所有账目，暗处亏空、私支银两、隐秘开销，全部账本都在我手里。婆母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您确定要动我？走。
我忍下所有污名与构陷，一直在等一个能将这一切彻底翻盘的机会。而今时机终至，侯府老夫人的寿宴，便是这盘死局的破局之日。侯爷在那儿等您呢，夫人随我来。之前走了，公主。放开我！不是你看到的这样，你相信我。前世我被当众撕碎脸面，扒光所有尊严，受尽世人唾骂，最终凄凉葬身猪笼。这一世因果轮回，该换他们坠入地狱，沦为戏中人了。夫人，侯爷说有份惊喜给您，就在西侧的偏院梅林里。好啊，带我去吧，我等这一刻很久了。夫人，那儿的梅花开的最好，侯爷等着呢。长公主的车驾到哪儿了？长公主，她老人家怎么会来？夫人，您快走吧，再往侯爷该等急了。秋霜，我帕子落在大厅了，你去替我取来。夫人，奴婢这就去，您一定要在院子里等候爷啊。臣妇沈氏，恭迎长公主。臣妇自知今日府内喧闹，特在佛堂备了清茶与孤本残卷，请长公主品鉴。你倒是比顾锦燕懂规矩。长公主殿下，请。来人啊！抓贼啊！你这位公子怎么在我夫人的榻上？衣裳都剪了一半，我不是……嘘！哎呀，你快走，我绝对不会把你和夫人的事说出去的。这外面喊的是你，请长公主恕罪，是臣妇教导无方。这丫头自幼跟着侯爷长大，嘴巴确实笨了些。她平日里就爱艺声，总觉得臣妇与人有染。臣妇本想容她，可今日竟冲撞了贵人。哼！去看看。侯爷，您别进去，夫人她也是一时糊涂。那公子虽然长得俊了，可定然不如您啊！求您给夫人留个体面，别让大家伙看见她没穿衣服的样子。沈清寒，你这个贱妇！搜！给我搜！他一定躲在床底下了。你是在找我吗？夫人，你怎么会？你不是应该一直在里面？放肆！哪里来的疯丫头，胆敢在此胡言乱语！沈夫人今日全程陪伴长公主在佛堂虔诚祈福，片刻未离。你这双眼睛若是瞎了无用，不如捐给爬人，也好过在此造谣生事，污蔑主母。顾侯爷，本宫竟不知你们顾侯府的规矩竟是如此松散不堪，放任一个区区侍女，当着满京城权贵的面肆意造谣，玷污自家当家主母的清白，败坏侯府体面。殿下，此事是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秋霜她年纪小，自幼嘴笨，不会说话，绝非有意污蔑夫人。嘴笨！长公主，求殿下替臣妇做主啊！此女秋霜日日无端臆想，捏造臣妇的不实流言，污蔑臣妇名节。臣妇忍辱负重，原以为是她心直口快，可今日
他竟想在您的眼皮子底下置臣妇于死地，这哪是嘴笨，这分明是患了癔症，想要了臣妇的命，毁了侯府的名声啊！秋霜，我自问待你不薄，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我好，可你每一句为我好，都像是在往我脖子上套绳索。今天你干脆把话说清楚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侯爷，救我！不是您说……住口！他怕了，他怕秋霜为了活命，把他这个幕后主使供出来。我要的不仅仅是他的命，还有他顾谨言的尊严和这整个腐朽透顶的侯府。来人，这等满嘴污言秽语、心术不正的贱婢，留着也是祸害，拉下去拔了舌头，发配边疆。公主饶命，奴婢冤枉！慢着，长公主，这丫头不如交给臣妇处置，臣妇定会给她一个最稳妥的去处。沈清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怀有了什么？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侯爷不会放过你的，老夫人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秋霜，方才在偏院门口，顾谨言捂住你嘴的时候，你可看清他的眼神了？侯爷，救我！不是您说……住口！那是想救你的眼神，还是想让你闭嘴的眼神？你跟了他这么多年，应当比我更清楚。他若真心护你，方才就该说你是一时糊涂，说你是被人蒙骗，说他忠心过了头。可他做了什么？他第一反应是捂你的嘴。不是，侯爷只是怕我说错话。说错话？你这张嘴替他害了我这么久，他何曾怕你说错过？你在人前说我夜里见外男，他说你嘴笨；你在街上说我拿嫁妆养镖师，他说你心眼不坏；你在寿宴上当着满堂宾客喊人抓奸，他若真觉得你只是说错话，为何忽然怕了？因为你差点说出一个真相，不是您说的吗？秋霜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这件事败了，顾谨言第一个要杀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你胡说！我是不是胡说？你心里清楚。偏院里的泼皮是谁找来的？引我去梅林的话是谁教你的？让你在众人面前喊出那些污言秽语的又是谁？是侯爷，是侯爷让我做的。侯爷说，只要我照他说的做，坏了你的名声，你就再也没脸做侯府主母。到时候他可以休了你，也可以把你关起来。你若死了，沈家的嫁妆自然都归侯府。他让你败坏我的名节，是为了吞我的嫁妆。侯爷说你嫁妆丰厚，沈家又没人能替你撑腰，只要你名声毁了，就算你想追究嫁妆，也没人会信你。旁人只会说你不守妇道，说你的东西早被你拿去贴补外男了。好一个顾谨言，他算计我的命，算计我的名节，连我父母留给我的嫁妆都算计得清清楚楚。嫁妆已经被他动过了，你最好想清楚再打。长公主如今还在侯府，顾谨言自身难保。你若说实话，我至少能让你活到明日。你若替他瞒着，等他腾出手来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动过几件？哪些？赤金头面、阳主玉镯，还有几张银票。奴婢不知道具体多少，都是侯爷让账房那边处理的。侯爷说库房里会放仿品，外人看不出来。还有几笔账已经继承，是夫人自愿贴补侯府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那么急着毁我名声。只要我成了不守妇道的罪妇，嫁妆有没有少便再也不重要了。即便有一日沈家旧人问起，
侯府也能拿出那些假账，说是我自己拿去挥霍了。这些话你敢不敢当着长公主的面再说一遍？不敢，夫人，奴婢不敢，侯爷会杀了奴婢的。你不说，他一样会杀你。可你若说了，他今晚就得先顾着自己，没空杀你。来人，去请长公主身边的嬷嬷过来，就说秋霜有话要招。夫人饶命！奴婢说，奴婢都说，可求您别把奴婢交给侯爷。那就把你知道的都写下来。夫人，奴婢真的都招了，是一个字都不敢瞒啊！求求你，救救奴婢！侯爷若是知道我招了，定会剥了奴婢的皮。顾谨言现在在哪里？回夫人，侯爷还在前厅守着呢。长公主今日受了惊，还没起驾回宫。侯爷这会儿吓得跟孙子似的，半步不敢离开，正赔着罪呢。很好，长公主没走，满府的宾客也都还没相散，这时候才是最热闹的时候。夫人，侯爷现在恐怕恨不得赶紧把这事儿当成是秋霜这贱婢发疯给压下去。咱们这时候过去，他想压，我就偏要让他压不住。他不是觉得秋霜是封闭胡言吗？那我就让他当着长公主的面，亲手拿我的嫁妆来压这桩误会。想活命，就跟我去前厅，带上他。殿下，臣妇有一事，请殿下做个见证。说。侯爷方才说秋霜只是嘴笨，是他风言风语污了我的清白。既然如此，臣妇也愿意给侯府一个体面。清河，你若早这样懂事，今日也不会闹到长公主面前。老夫人急什么？今日秋霜闹出这样的事，满京城权贵都看见了。若只是处置一个秋霜，外头难免还会议论，说侯府主母的名声终究不干净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请侯爷证明一件事，证明侯爷从未有过毁我名节、吞我嫁妆的心思。沈清河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！侯爷若问心无愧，便当着长公主的面，将我的嫁妆按原册分出来，雕还沈家旧宅暂存。如此一来，外头自然知道侯府坦荡，并未贪图我沈家的10里红妆。你要把嫁妆搬出侯府？不是搬出，是交还。你我是夫妻，你的嫁妆放在侯府，本就是天经地义。侯爷说的对，若夫妻同心，自然天经地义。可如今你的贴身侍女当众污我清白，还险些让我背上私通的罪名。侯爷若还扣着我的嫁妆不放，外人会怎么想？他们会不会想，侯爷是想毁了我的名声，好顺理成章吞掉我的嫁妆？顾谨言，沈夫人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。既是她的嫁妆，她如今要另行封存，你有什么不肯？先把这个当量，兵部那边的窟窿得堵上，放进去，盖好封贴，谁也看不出来。只要沈氏死了，这些东西就彻底醒固了。侯爷若觉得为难，也无妨。秋霜刚才已经招了一些话，她嘴笨，臣妇也不知是真是假。若侯爷不愿交还嫁妆，那便请长公主一并听听，也好分辨这疯屁到底疯到了什么地步。哦，他招了什么？殿下，今日之事是侯府管教不严，臣愿给沈氏一个交代。嫁妆可按册另封。请殿下做主。臣妇的嫁妆册在院中，侯府管家和账房皆在府里。今日既有殿下见证，不如现在便按册封存，免得夜长梦多，又生出什么误会。哼，本宫最厌误会。去，叫管家账房过来，沈夫人的嫁妆今日便按册分清，谁敢拖延，便一并送去官府问话。第1箱赤金头面1套，第2箱
杨之玉琢一对，南珠不摇一副。今日天色已晚，不如明日再清点。侯爷急什么？方才不是已经答应了吗？嫁妆繁杂，仓促之间难免出错。正因为怕出错，才要当着长公主的面清。开库！封条好好的，底下倒是热闹。殿下恕罪，夫人恕罪，小人不知，小人真的不知啊。还香。样式是一样的，成色却不对。这里本该有沈家工匠留下的云纹暗记，如今却空空如也，这不是我的。继续。清河，这些东西许是收库时弄错了，你何必当众咄咄逼人？老夫人，别的能弄错，沈家的暗记也能弄错吗？银票编号能弄错吗？空盒子也能弄错吗？好一个侯府！方才还说没有贪图沈氏嫁妆，如今竟连仿品都备好了。殿下明察，臣并不知情，定是下人手脚不干净。侯爷这话说得巧，秋霜无我冥界，是他嘴笨，嫁妆出了问题，是下人手脚不干净。侯爷这个一家之主，倒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殿下，这是秋霜刚才按下手印的贡都，臣妻原本想给侯府留些体面，所以才请侯爷主动归还嫁妆。可如今看来，侯府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贱婢，你敢污蔑我！侯爷，是你让我做的，是您说只要毁了夫人的名声，她的嫁妆就都是侯府的。您还说等事成之后，你要是最后就把奴婢送出京城避风口，若非您授意，奴婢一个下人哪敢打这种主意？顾谨言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来人，沈氏嫁妆即刻暗册封佐，原物尚在者归还沈氏，原物缺失者由侯府照价赔偿。若有侵占典当、伪造账册之处，一并记录。至于顾谨言构陷发妻侵吞嫁妆，另设兵部亏空，明日一早，本宫会命人将此事送交兵部与刑部。殿下，臣冤枉！沈清河，是你害我，是你设局害我！害你？顾谨言，我只是让你把从沈家吞下去的东西吐出来，怎么，这就受不了了？真品还在的，当场封回，已经被换成仿品，仿品留下作证，原物按价追赔，缺失的首饰、银票、契书，全都记在侯府账上。顾谨言，这只是开始。天亮了，这侯府的天怕是也跟着变了。你瞧那些封条，沈字压在顾字上，这嫁妆搬空了，侯府还剩个什么？沈夫人，原物归还多少，缺失追赔多少，笔笔都在这里了。殿下说了，这份清单不只会留在沈家，更会一并送去官府。这京城谁也别想赖掉沈家的一针一线。是啊，是我的东西，本就该归我。臣妇多谢殿下，多谢嬷嬷。夫人不必谢，这本就是你的东西，你的底气。记住，是你的东西，本就该归你。谁伸了脏手，就该断了谁的指头。谁啊？这一大早的，不知道这是侯府吗？兵部奉旨缉拿挪用公款重犯，刑部协办构陷发妻、侵吞嫁妆一案，所有人等原地待命，敢有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你们疯了！本侯乃朝廷命官，谁敢擅闯？顾小侯爷，兵部账目对不上，刑部证据也齐了，您那嘴笨的侍女和沈家的清册，可都在等您去说个清楚。沈清河，是你！你竟然敢报官！拿下！救他！谨言，救他！夫人，老夫人这模样，怕是撑不过今日了。
他这是临死都牵挂着侯爷。刚过门就敢顶嘴，这冰窖外跪够2个时辰。什么时候懂了顾家的规矩？什么时候起来？儿媳没有死头，儿媳冤枉。沈氏，你那点嫁妆拿出来给谨言周转是你的福气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救他！老夫人，您当初看着我跪在冰窖受罚，看着我被秋霜诬陷却冷眼旁观时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顾家有此一报，皆是因果。既然顾谨言那么孝顺，就让他去流放地，日日夜夜为您祈福，每日给婆娘备好珍贵的药材，让婆母能舒舒服服地度过这剩下的时光。是，夫人。我是证人，我给长公主提供了证词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证人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跟长公主讨价还价？长公主亲口下的令，拔了舌头卖到苦力营，在这大京城里，长公主的话谁敢不从？我是为了夫人好，我那是为了救夫人啊！哑巴叫唤什么？干活！这娘们儿以前听说是侯府的，最会给人讲道理。现在倒好，舌头没了，这辈子再别想用那张嘴害人了。大小姐，这老宅子总算是等回了他的主子。老奴带人清扫了3天3夜，才算是把那股子霉味散了。这只是开始，管家，沈家的门楣不是靠几块漆就能撑起来的。纸是好纸，心却是烂的。管家，你看这每一笔涂改，后面藏着顾家吃人不吐骨头的嘴脸。墨色深浅不一，全是事后强行添改屏障的，真是费尽心机。夫人，监察官到了，请进来。沈夫人，这是从顾谨言书房暗格最深处取出来的，里面物件杂乱，事关夫人私密，请过目。打开。我的私印袋，这东西该在夫人的压箱底，怎么会在这畜生的暗格里？顾谨言不仅动了嫁妆，更是备好了后手，要让您自愿承担所有亏空。沈清河，只要这张纸成型，你就是顾家的死鬼垫脚石。沈氏自愿取嫁妆银3000两，暂借侯府周转。若日后有人追问，皆由沈氏一力承担。这是要夫人的命啊！坐实了这张纸，您就是毁了名节又败光家产的罪人。顾谨言不仅动了嫁妆，更是备好了后手，要让您自愿承担所有亏空。他倒是想得周全。他若将此契与伪造的内账合在一处，便能洗清所有罪责，全推给夫人。顾谨言要的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命，他是要把我从里到外都踩进泥底，让我连死后都不能清白。沈夫人问话，你若敢藏半个字，侯府那些烂账够你死10次。小人招，小人全招。3月初7，记我支银3000两贴补采买。刘管事，谁领的钱？是夫人院里的秋霜。手令呢？时日太久，想不起收在哪儿了。想不起。3月初7，我人在院子修剪盆栽，秋霜寸步未离。4月20，你记我领银1000两。那日我正被罚跪佛堂，秋霜在门口守了一整日。刘管家，你是记性差，还是顾谨言让你记了鬼账？是侯爷逼小人做的。写清楚，这是沈氏自愿贴补，平了兵部的窟窿，拿去当了。账上继承夫人为了家宅安稳，变卖嫁妆，她性子柔顺，等名声坏了，不认也得认。
赤金蕾丝簪、羊脂玉镯、南珠步摇，这些东西在我的嫁妆册上，却出现在顾谨言的暗壳里。你还敢说你无辜？夫人饶命！侯爷说，夫人嫁进来，嫁妆本就该为侯府着想，她只是暂借。暂借？那这张假契呢？那是侯爷命小人准备的收尾。他说等夫人名声坏了再拿出来，外人只会信夫人亏空嫁妆，贴补外难，绝不会疑心侯府算计。畜生！连夫人死后的骂名又安排好了，全招了，求大人饶命啊！带下去，清点资产。夫人，缺失的嫁妆恐已被转手变卖，追回极难。追不回就折价，查封侯府名下所有田庄铺面，按价补偿。沈家的东西，即便碎了，我也要他们原价赔回来。开门。月白云锦，这分明是纹路粗糙的次等货。管家，记下来恶意调报，原价赔偿。仿的，这一箱首饰全是假货。住手！你这是要逼死顾家吗？夫妻一场，你当真要如此绝情？夫妻一场，所以顾谨言毁我清白，吞我嫁妆，还准备让我死后背着烂账骂名。那是为了侯府周转，沈家的钱不是侯府的救命药。顾谨言欠的债，没道理让我替他还。南珠步摇缺失，这一项按原价3倍追讨。3倍？夫人，官府从来只按市价判。这市价？我沈家几代人的体面，在顾谨言手里抵了赌债，你跟我谈市价？还是说监察官大人觉得顾家恶意侵占我沈家旧物，只需轻飘飘赔几个铜板就能了事？沈夫人言之有理，恶意侵占，情节恶劣。文书落笔，3倍追缴，抵扣顾氏名下所有田产。能拿回来的统统搬走，拿不回来的每1两银子都要从顾谨言身上刮下来。夫人，旧账已清，您为何又翻开新的一页？您要把这些血爱钱全散给那些无依无靠的野女人？散？我这是在铺路。顾家拿我的钱去填贪婪的窟窿，我就拿这笔钱去给天下的苦命女子开辟一个活命的生路。老奴明白，这沈家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被任人拿捏的沈家了。账清了，路才刚刚开始。顾谨言，听清楚了，3月初7支银3000两，4月20伪造手令取金，每一笔你都赖不掉。诬陷！是账板管事勾结沈清河害我。白纸黑字盖的是你的私印，落的是你的亲笔，这时候喊冤，不觉得晚了吗？我要见沈清河，那个奸夫在哪儿？让他滚出来！沈老板正忙着开医馆救人，哪有闲工夫见一个将死之囚？带走，送刑部入当。瞧瞧，这就是那位意气风发的顾小侯爷，如今落得这副丧家犬的模样，真是活该。听说不仅挪用了兵部几万两公款，还侵吞亡妻嫁妆，简直丢尽了祖宗的脸。顾谨言挪用公款数额惊人，构陷发欺吞私产，数罪并罚，念其祖上有功，免死罪，判流放北疆，终生不得回京。这一世，终究是拿到和离书了。清河，清河！
星河，你是来送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以前都是秋霜那个贱人挑唆，是他蒙蔽了我，是我糊涂了。老实点！囚犯那是沈家之主，也是你能盘扯的。星河，你救救我！你去求长公主，她最疼你了。只要你开口，我一定能留下。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顾谨言，你还没看清楚吗？我不是来送你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你的名字已经从我的族谱上划掉。从今往后，你是囚犯，我是沈家之主。顾家已经随着那场大火烧干净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心心念念的那笔公款，其实我半年前就查到了，但我偏偏等到你把它花光了，等到窟窿大的连你老母的棺材本都堵不上的时候，我才去报官。这种眼睁睁看着自己跌进深渊却无力回天的滋味，好受吗？你早就算好了，自食恶果，皆是因果。带走，走，别耽误正事。不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是这样。南珠不摇也要3倍赔偿，你这丫头倒是狠得下心。吃过1次死亏了，臣妇想请部下第2次。好，这种贪得无厌的婆家，就该让他们倾家荡产。记住，你能把这些东西抢回来，不是本宫给的面子，是你自己有本事挣命。臣妇永志不忘。沈夫人，官府定案了，假债契作废，顾谨言罪加1等，即日流放。夫人，这晦气东西还要留着？假的东西就该烧干净。那这本嫁妆册，老奴这就拿去入库锁死。不，这本要摆在最显眼的地方，留着它是为了记清楚沈家的东西是怎么被吃进去，又是怎么吐出来的。我要明明白白记一辈子。沈老板，您吩咐的那几处隔间已经改好了，后院那排厢房按照您的意思全都通了地笼，窗子也扩了1倍，敞亮的紧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这满满1院子的嫁妆，全是大小姐从侯府生生掏回来的。那是，大小姐说了，这些银子不进内库，全都用来办正事。公文发出去了吗？回大小姐，不仅是京城的泥瓦匠，连远近闻名的绣娘和坐堂医也都收到了消息。不过，外头那些风言风语，说您一个和离的女子不安顿守己，反倒大兴土木，实在是有违妇德。妇德，在这世道，手里攥着银子，怀里揣着底气，才叫真正的德。告诉工头，3日内我要看到清河医馆和沈氏绣坊的招牌挂上去。是，大小姐。这沈大小姐真是不疯魔不成死，和离拿回的嫁妆竟真舍得全砸在这些流浪女子身上。你懂什么？我听闻这医馆不仅看病，还专收那些被婆家赶出来的弃妇，教他们食药采药，这可是天大的功德。管家，那个孩子带去医馆，那个母亲若愿意，领去绣坊。大小姐，这已经是这个月收留的第12个了，咱们的银子追回的嫁妆还有很多，与其烂在顾家的地窖里，不如养活这些苦命人。没事了，以后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。沈老板，今日又有3位女子想留在医馆当药童，都是些家里没指望的，收下。告诉他们，进了沈家的门，就得把腰板挺直了。顾家教会我一件事，求男人怜悯，不如求自己命硬。这就是那位，真是胆大包天。夫人若是身子不爽利，清河医馆的大门随时为您敞开。若是想看热闹，沈家也备了上好的清茶。这针脚要藏得深，就像咱们的命。外头的人说咱们是弃妇，是不祥，但这绣出的锦缎，他们却得求着买。多谢沈老板。
板复命之恩。要说这京城第一奇女子，非沈青霞沈老板莫属。那日长公主寿宴，她当众撕开侯府伪善的面具，那是何等的豪气啊！说得好，如今谁不赞一声沈老板是女中豪杰？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罢了。他那医馆专治妇人隐疾，他那绣坊尽收天下苦命女，这才是真正的世家风范。可不是嘛！连那鼻孔朝天的公侯之家，如今见了大红印花的沈氏马车，都得侧身让路。京城的人都说，离了那腐朽的侯府，沈清河活成了天上的太阳。清河，你这卷关于女训新解的讲义，本宫看了，振聋华聩。臣妇浅见，不过是觉得女子不必困于深宅，亦能独当一面，才敢在殿下面前献丑。你说的对，这宫里的女子，这天下的女子，都该听听你讲学。沈老板，这可是王府出的重聘，王爷说了，只要您点头，侧妃之位虚位以待，往后这名声这名面，自然有王府为您撑腰。沈老板，还有几位小公爷也托了话，聘礼都在门外排着队呢。统统谢绝了，抬走。这可是多少人求不来的名分，男人、名节，这些曾经勒死我的枷锁，我现在连看一眼都觉得脏。说吧。那个顾谨言在流放地受不了矿场的苦，上个月他想趁着暴雪逃跑，结果失足滚落山崖，被打断了双腿。现在他每天缩在营地角落里乞讨，全身没一处好肉。据说他口中一直念叨着夫人的名字。他说求夫人看在往日情分上原谅他，求您救他，带他回家。他想回哪个家？顾家已经没了，他那个家早就被他亲口吐出的脏水淹没了。我想起前世陈塘时那刺骨的，而现在阳光照在身上是暖的，而我沈清河不必是谁的夫人，不必做谁的附庸。此生万事胜意，